原来我错误地理解了人人平等的意思是什么。大家好，这里是说中文播客，我是大鹏。我是华东。最近你过得怎么样？挺好，你呢？我也挺好。哎，我真的是在问你过得怎么样，不是打招呼。啊，哎，因为我总是说挺好的，我不知道怎么用别的回答了。那我换一个方法来问你吧，你忙吗？最近有一点，有一点忙。有点小忙，哎，忙不错了，嗯因为是年底嘛，我想大家都比较忙了，公司嗯忙，过节在家里准备也要忙。嗯，是12月，一般都很忙，对。希望大家都可以健健康康的过一个新年，过一个圣诞节。嗯。哎，华东，你还记得"礼仪之邦"这个表达是什么意思吗？哎，我记得。哎，真的，对，说说看。我我记得上次你说，韩国的礼仪都是好吗？都没有什么出现什么问题吗？嗯嗯。我下次跟你们说。我这么说的，对不对？嗯，对，到了下次了，就是这次。这次我应该跟大家说，韩国的礼仪有什么问题了。我们说过了韩国这么多的礼仪，你还记得吗？一个是敬语和非敬语。嗯，然后一个是打招呼的时候，就是弯腰点头、鞠躬，对不对？鞠躬，对。除了这些还有很多，比如吃饭的时候要让长辈先吃。哎，中国也不是这样吗？先给长辈、给爷爷奶奶他们先吃。对，不过我每次都会在厨房偷吃。在正式开始吃饭以前，我都会先吃一点儿了。这个礼节在中国也是有的。另嗯外还有一个就是韩国有一个独一无二的喝酒的时候要遵守的礼节。嗯比如华东，我是你的老板，我们在一起喝酒，那嗯么怎么讲？我们会干杯，对不对？然嗯后干杯以后呢，你不可以直接喝，你要把头转到一个不是正对我的方向，才可以把酒喝到嘴里。你听明白了吗？就是我不能看着你，我不能盯着你喝酒吗？对对对，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了。就是说，嗯在喝酒的时候，你的脸不能正对着我，你要把头转嗯到左边，或者是右边，哎，或者是后边，都可以，嗯。然后再喝。所以就是我在韩国不太喜欢和老板一起喝酒。那和朋友喝酒的话，有这个情况吗？和朋友没关系了，只有和地位高的人、年纪大的人。嗯说了这么多，你有没有觉得有点什么奇怪的地方？不知道，就是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习俗，就是嗯，可能对我来说，我来韩国的话，不知道我会犯这些这你些嗯这些社会的规则。嗯，你不知道应该遵守怎样的礼节嗯，吗？对。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这些礼节好像有点不太公平？都是尊重老板、老人。那你有没有觉得，年纪大的人或者地位高的人，也应该要遵守同样的礼节呢？嗯，对，这样公平。我同意你的看法，我觉得应该人人平等了。所以就是在现实当中，韩国的礼节可以说是有高低之分的，就是社会嗯地位的不平等嘛。有长幼之分的，长就是年纪大，幼就是年纪小，所以嗯是由年纪而产生的这样的不平等的。嗯然后通过对韩国礼节的理解，我发现比较明显的等级制度，或者是嗯有严格的阶级制度。嗯
哎，这句话好像有点难，你理解了吗？我理解，就是，社会里有不同的，怎么说，程度，有不同的层次。有不同的层次，然后这个层次的人不能，很随便的跟另一个层次的人，呃，沟通，就是有不平等的情况。对，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是发生在我和我的一个学长之间的事情。嗯，华东，你知道学长是什么是吧？就是你和你学习，在同一个地方学习，但是他比你年纪大，可能他已经学过嗯，你现在学的东西。对，我们都是同学，但是他比我更早进入这个学校，就叫学长。我们知道上大学有很多机会是要大家组成一个小组，然后来一起做一个作业，一起完成一些东西，对不对？有很多嗯这样的机会。有一次就是我和一个我们小组的学长，在一个问题上有不同的看法嘛，嗯然后我们就坐在一起开会讨论这个问题。嗯当时讨论的时候，我说话可能比较直接，我就说：嗯“哎，我不同意你的看法，我觉得，你的观点有问题，我所以没有办法按照你说的那样来做。”嗯那个学长听了以后就比较生气，他说：“哎，你这年轻人，你是弟弟，做弟弟的怎么能教育做哥哥的呢？难道你嗯觉得你比我知道的更多吗？”嗯，那你怎么说？我就问他说：年纪大不等于知道的多呀，对不对？”对，我觉得可能在工作上还是在科学的研究上，就是有年纪的嗯层次有一点危险吧，就是因为想法对不对和年纪不一定有关系。每个人都可以有错的看法，每个人都可以有对的看法。对，所以我觉得很荒唐嘛。我觉得我们俩根本不是在讨论同一个问题嘛。嗯幸好当时有其他的同学和我们一起在一起，否则我想我们的矛盾会更严重。嗯可能我当时没有特别理解他，然后他觉得我那样说话没有尊重他，但是嗯我觉得我只是在讨论问题，没有别的意思，对不对？嗯，对，后来，后来当我更了解了韩国的文化以后，我终于知道，在一开始他就认为他的年纪大，他是学长，所以他觉得他的地位比我高，我就应嗯该尊重他。嗯。那华东，你经常和你的学长啊，或者是老板啊，或者上司，可以直接说出自己内心的想法吗？直接讨论这些问题吗？嗯，应该可以，不一定会很直接的，别人有不同的看法也会，比较小心的跟他们讲，就是不同意的话很容易尴尬，很容易让别人怎么说，让别人伤心什么的。但是这个和年纪，这个和等级没关系，就是和每个人可能都会嗯。伤心，别人不喜欢他的看法。我觉得你这样是在考虑别人的感情，考虑别人能不能接受你这样的不同的意见，不是因为他比我等级高，他是我对，的老板，我不敢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了。对对，我觉得这样很好。其实我真的觉得，因为我在韩国生活这么长时间，我对韩国也是有很多感情的，因为有嗯很多朋友在这里，有很多故事发生。我有时候觉得真的挺可惜的，在韩国就是因为有这样的等级制度的存在，嗯所以很多人没有办法，或者是不敢表达自己真实的想法，
我想说就是，我觉得学弟和学长，嗯，这边没有这个问题，但是老板和下手还是有的。哦，因为老板真的有更多的权利吧，就是更多嗯，的，他能控制我的收嗯，入，就是哦，他控制我收到的钱，所以嗯，比较怕，我嗯，会比较怕跟他有不同的想法。哦，我会比较怕，反对他说的话，因为他可以影响到我在公司的状况。但嗯，是，和学长的话，他嗯，他他没有这个，怎么说？这影响个，力了。对，没有这个影响不到我啊。哎，那也就是说，在你看来，公司的老板是要比公司的员工高一个等级，对吗？嗯，我不是说应该，就是我说的是就是这样。现实就是这样。对，其实我觉得这样很不好了，因嗯为公司的员工也许一定会有很有才华的人，对不对？就像嗯是韩国的年轻人，我周围嗯有很多韩国的年轻人，他们都很聪明，都很有嗯想法，很有才华，但嗯是我发现他们有时候不敢完全展示自己的想法，不嗯太敢表达自己的观点，所以我觉得挺可惜。嗯如果这个社会能给年轻人更多的空间的话，我觉得韩国一定会发展的更快更好。嗯刚才我们说到就是平等嘛，现实是不平等的，对不对？嗯，对，我突然想到了一个人，这个人是德国的总理默克尔。以前我在网上看到了一些他的照片嘛，就嗯是默克尔总理一个人在超市里推着超市的手推车，然后他就和一般的市民一样去超市里买东西啦。嗯当时他周围也没有什么秘书，也没有什么人在保护他，嗯就只是他一个人在买菜、买水果、买葡萄酒什么的。当时我就觉得，哇，我什么时候能在中国看到这样的场景？可能在美国也是，很罕见的，因为政府里面的人，他们也需要考虑自己的，怎么说，出去公开的地方有一点危险，因为有很多人可能不喜欢这个人，嗯，不管你属于哪个党，嗯，有一半的人都不喜欢你，哦，对，所以出去都需要有一些保镖。保镖，对，哎，那看来默克尔在德国大家都很喜欢他了。嗯，应该是因为当时奥巴马是美国的总统，哦，然后有一次他想和他的妻子一起出去，吃披萨，就是去华盛顿的一个餐厅吃嗯，饭，嗯，就是庆祝他们的怎么说他们的纪念日。纪念日，对，但是他嗯，们出去就是出现了很复杂的情况，就是需要很多人，需要很多保嗯，镖看路上有没有嗯，危险的情况，然后需要关一些路，就是不让车，交通管制。对，需要交通管制，不允许一些车去这些地方，然后
就是去吃披萨也需要花很多钱，很大的麻烦，在白宫里吃比较方便。简单。但是你看默克尔在德国，他算是地位最高的人了，对不对？但是他的行动就让我觉得，哎，他只是一般的德国人，和普通人一样，只不过他的工作是总理而已。他下班以后也就是一个普通的市民嘛，一样去买菜。我觉得人人平等嘛。以前，我觉得人人平等不太可能，就像你刚才说的，老板和员工。对。我和美国总统能一样吗？我们能平等吗？答案肯定是不平等的，对不对？我和世界上最有钱的人，我们一样吗？当然是不平等的。后来我看到默克尔总理以后，我想啊，原来我错误地理解了人人平等的意思是什么。原来他是在说，虽然每个人的社会地位有高有低，你可能是老板，你可能是员工，你可能是总统，你可能是像我一样的博主，也或许你可能年纪比我大，我可能年纪比你小，可能你银行里的存款比我多，但是我们每个人的人格都是一样的，我们都有一样的权利和义务。我觉得这才是人人平等的真正的意思吧，我觉得。哎，你怎么这么没大没小？这句话我很不喜欢，因为小时候经常听。因为我不喜欢，所以等我长大以后，我也不会使用这句话。我也不是很喜欢这句话。哎，今天的话题好像有点沉重，我们是不是要把它切掉？我觉得还好吧。我觉得我们的听众不会反对。不会反对人人平等，对不对？那就通过 Patreon 或者是通过 PayPal 资助我们一下吧，谢谢大家了，也谢谢华东。怎么样，你对人人平等这件事情还有想要说的吗？没有，说的差不多了。好，那我们下期再见啦，拜拜。好，拜拜。2022年快要到了，你想把自己的新年愿望分享给我们吗？你想要祝福大家新年快乐吗？现在就打开你的手机，然后录下自己的声音，再把这段录音发送到 chinese9339@gmail.com， 这样我们就可以听到你的祝福了。告诉我们你来自哪里，告诉我们你有什么新年愿望。对了，别忘了再用中文和你的母语，用这2种语言跟大家说一声新年快乐。说不定你可以在2022年的说中文播客里听到自己的声音，快行动起来吧！